爹爹，阿欢真的没有说谎，母亲的肚子上有个小姐姐吃了小弟弟的脑子。还说是灾星，克死你亲娘又克死我儿子。阿娘，阿欢没有克死阿娘。他伸出枯枝似的手攥住男人的衣角，却被狠狠一脚踢开。侯爷，长公主说了，方继欢乃是灾星，若留在府中，必然后患无穷，请侯爷早做决断。爹爹，不要丢下阿欢。阿欢挣扎着想爬起来，却一次次摔回雪地。好软好白的雪，像春雅姐姐偷偷给他吃的猪肝，咸咸甜甜的。他塞了一把又一把，冰冷的雪水滑进空肚子，竟让他觉得不饿了。团团，阿欢费力睁开眼，却见那团黑影扑过来时，狠狠踢了他一脚。他重重倒在雪地里，再度昏迷。太妃，前面有一只黑猫拦住了去路。一只黑猫而已，赶走便是。这种小事也要禀报？太妃，这里有个孩子。话音刚落，车门被打开，一个40多岁的妈妈从马车里走了出来。她走到车夫身旁蹲下，伸手检查了一番，最后才将小团子抱起，转身回到马车前。太妃，孩子还活着。阿弥陀佛，既然这孩子被咱们遇见了，就带着吧，算是给小儿积福了。那名妈妈点点头，才将小团子抱上了马车。那只拦路的黑猫也趁机绕到马车后面，跳上马车，找了个地方蹲住。蒋太医，他现在这样，就是能活过来吗？虽然他现在体温恢复了，但是内伤太重，若是能熬过今晚，或许还能生还；若是不能，罢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折腾了半夜，众人都有些困，宋妈妈先陪柳太妃回去歇着了。后半夜时，守夜的女使也变得疲乏，渐渐合上了眼。一阵风吹过，房间门被打开一条缝，一团黑影从门缝里挤了进来。阿欢觉得自己好像又要被冻死了。下一刻，他的嘴里好像被喂进去一颗热乎乎的糖果，顺着喉咙滑下去，让他浑身上下都变得很舒服。一声猫叫让他睁开了双眼。团团，阿欢伸出手，像往常那样去揉猫咪的脑袋，可手指却直接从他身上穿过。团团，我摸不到你了。玄猫跳到对面的桌上。小主人，我要走了，你一定要好好长大，才能为你阿娘报仇。说完的一瞬间，便化成了烟雾，被风一吹，散得无影无踪。团团，不要离开阿欢。阿欢伸出手想要抓住他，可整个人却完全动弹不得。团团，蓦地，他感觉自己好像拍到了什么。哦，疼死我了！被这声音一吓，阿欢终于睁开了眼睛。祖母，小妹妹醒了，她可厉害了，打人特别疼。小哥哥，是阿欢打你了吗？小郎君正欲点头，却对上了一双黑漆漆水汪汪的大眼睛。小妹妹，你没有打我，是我不小心撞到了你的手上，是我的错。而且我一点也不痛。哇，小哥哥好勇敢，那小哥哥以后一定要小心啊。嘿嘿，好。两小孩说着话，门外柳太妃也带着宋妈妈和蒋太医走了进来。蒋太医，给小娘子好生检查。蒋太医应了一声，便走到床前，拉起阿欢的手，再次替他诊脉。须臾，蒋太医却变了脸色。太妃，这小娘子她身体完全康复了，好像从来就没有受过内伤一般。众人的目光全都齐齐看向了阿欢。哇，小妹妹，你是仙女吗？我听祖母说，你昨晚回来时伤得可严重了，现在才过一晚上，你就能完全康复。哇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柳太妃走上前，坐到床边，拉过阿欢的手，掀开他的衣袖，果然发现他身上的伤痕也全都消失了。阿欢低着头，紧紧抿着唇，一句话不敢说。你别怕，这里是靖王府，我是柳太妃，你可以唤我祖母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阿欢。阿欢，呵呵，这是你的乳名吗？你大名叫什么呀？方继欢。我叫江于淼，今年6岁了。妹妹，你记住啊，我江于淼。我3岁半。我3岁半。阿欢，你昨晚为何会在雪地里？
阿爹说阿欢是灾星，所以不要阿欢了。灾星？城中啊，确实有传言说安平侯原配沈氏娘子留下的女儿是个灾星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平侯家的。祖母，阿欢不是灾星，阿欢说的是实话，爹爹和母亲都不相信阿欢。看着他这样难过，江云淼爬上床，将他抱在怀里，拍拍背。哦，不怕不怕，阿欢妹妹当然不是灾星了，是仙女。这还是阿娘死后第一次有人抱着她，阿欢的心里顿时有些酸酸胀胀的感觉。好了，云淼，时辰不早了，你先去国子监上课，放学再跟妹妹玩啊。哎呀，祖母，今天妹妹刚来，我真的不能在家里陪妹妹吗？学业不可废，快去。江云淼撇撇嘴，乖巧的下了床。阿欢妹妹，你要等着我呀。送走了江云淼，阿欢又怯生生的看了柳太妃一眼。阿欢，你别怕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先把饭吃了，我带你去见你的新爹爹。新爹爹？祖母，新爹爹也会让阿欢睡柴房，不许阿欢吃饭吗？不会，有祖母在，他不敢。柳太妃温柔的回答，内心却是将方思远骂了好几遍。好，阿欢这就吃饭，然后去见爹爹。话音刚落，门外便有一个女使匆忙跑来。太妃，王爷他出事了。众人赶到听竹轩的时候，屋里传来一道女子尖锐的哭声。表哥，你怎么了？表哥，我的小儿啊！阿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好乖巧地跟在他的身后。太妃，王爷他怕是不成了。我的小儿啊，你怎么能忍心丢下阿娘？看着祖母哭得这样伤心，阿欢抬手捂住了自己的心口。那里闷闷的好不舒服。小阿欢，你想救他吗？忽然一道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，他往四周看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有谁在和自己说话。是我在你脚边。阿欢低下头，才看见了不知何时蹲在自己身边的玄猫。团团，你别闹。我没胡闹，你可以救床上那个人。只要你把你的血喂一些给他就好了。真的吗？我可以救爹爹。想到这里，阿欢毫不迟疑地走到桌边，然后手脚并用地爬到了凳子上，伸手抓住一个茶杯，摔在了地上。众人顿时转过头看向了他。哪里来的野孩子，敢在靖王府捣乱，还不赶紧给我扔出去！月溪不得无礼，他叫阿欢，是我昨天带回来的。柳太妃制止了他，又看向阿欢。阿欢，你是口渴了，想喝水吗？祖母，姑母，你为何要护着他？我看他就是个灾星，要不然为什么你把他带回来，表哥的病情就加重了？月溪，这就是你的教养，这样污蔑一个孩子。姑母，我哪里说错了？表哥的病一直很稳定，但就是他来府上，表哥的病才加重的，他就是灾星。宋妈妈，你先带阿欢回去。祖母，阿欢不走，阿欢可以救爹爹。哼，救他？你一个小孩拿什么救他？这里可不是你闹着玩的地方。还有，躺在床上的人可是当今皇上的弟弟，堂堂的靖王，才不是你这种野孩子的爹爹。柳月溪突然快步走上前，就要去推阿欢，可阿欢却猛地蹲下身去，抓起了地上的一块碎瓷片。柳月溪扑了空，连连往前窜了好几步，而阿欢拿着那块碎瓷片，便在自己的手指上划了一道口子。哎呀，阿欢只是举着受伤流血的手指，走到床边，飞快地将手指塞入了江九霄的口中，那速度实在是太快。等柳太妃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阿欢已经将手指从江九霄的口中拿了出来。灾星，你对表哥做了什么？柳太妃伸出手，心疼地将阿欢的手指抓过来看了看。哎呦，蒋太医，给小娘子包扎一下伤口。是。蒋太医和柳太妃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并没有多说什么。阿欢包扎好手指之后，又回到床边，他抓起了江九霄的手。爹爹，不要睡觉了好不好？你快起床呀，太阳都要晒到屁股了，祖母可伤心了。你是好孩子，是不能让祖母伤心的。王爷醒了，蒋太医，你快过来看看。蒋太医上前，将手搭在江九霄手腕上，细细的诊断了一番。回禀王爷，回禀太妃。爹爹，我是阿欢呀。王爷的脉搏比先前有力了些，这简直神了。方才我诊脉时，王爷的脉象分明已经快要断了呀。今日之事，谁要是敢走漏半点风声，
就让你们全家人陪葬。姜太医，你先去给王爷开药，其他人全都退下。月溪，你也出去。姑母，我想留下。你再不听话，就回国公府去。柳月溪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了。出了门之后，还贴心地关上了门。阿娘，这屋子里面怎么会有小孩啊？哎，这是阿欢，我昨晚才带回来的，以后她就是你的女儿了。爹爹，我是阿欢呀。阿娘，你知道她的身份吗？就把她给带回来。知道的，知道的。阿欢不是来历不明的野孩子。阿欢今年3岁半，原来的爹爹叫做方思远，阿娘叫做沈玉瑶，阿欢叫做方继欢。但是阿娘死了，爹爹也不要阿欢了。原来是他的女儿，既然已经进了靖王府，怎么还叫方继欢呀？以后你叫江继欢。江继欢，江继欢。不喜欢吗？想跟着你之前的那个爹姓吗？喜欢的，爹爹的女儿自然是要跟着爹爹姓。你对他温柔些，方才若不是他用他自己的血救了你，你只怕……他救了我？你这个小孩倒是有点用。阿欢可有用了，阿欢可有用了，会洗衣服，会端茶，会打扫房间。以后阿欢照顾爹爹。你果真只有3岁半？江九霄见他如此聪慧，忍不住抬手摸索着抚上阿欢的脸。啊，怎么瘦得像猴子似的？哎呀，还不是怪那安平侯和若离，这样小的孩子竟扔在了雪地里，若不是我捡到他，只怕已经被冻死了。养着吧，一只瘦猴能值多少粮食啊？江九霄收回了手，屋里顿时陷入沉默。唉，你也莫要担心，我已经派人去找能够治疗你的人了，你的身体一定会好的。团团说阿欢的血可以救爹爹，所以爹爹不要怕，阿欢一定会让爹爹好起来。还有爹爹眼睛上黑黑的脏东西，阿欢也给爹爹赶走。团团又是谁啊？阿欢伸出手指，指向窗台边的那只玄猫道：那只猫咪就是团团呀。阿欢，你能听懂团团说话？以前是听不懂的，但是今天早上突然就听懂了。小儿，不瞒你说，昨天也是这只玄猫在街上拦住了我的马车，才让我有机会发现了阿欢。哦，这只猫竟是如此具有人性。阿欢，这只玄猫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呀？团团是我和阿娘救回家的呀。当时他在山里被铁夹子夹住了腿，我们就把他带回家了。说话时，柳太妃总感觉自己好像忽视掉了什么关键的问题。阿欢，你说你能看见爹爹眼睛上有什么东西？2团黑黑的雾气，里面好像有虫子，它们将爹爹的眼睛遮起来了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祖母，阿欢不是在诅咒爹爹，不要赶阿欢走。见他这样，想必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能力才会被赶出侯府。阿欢，祖母和爹爹应该感谢你才对，是你告诉我们爹爹的眼睛有什么问题，不然我们都不知道。真的吗？爹爹，祖母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小阿欢，你爹爹的眼睛上是蛊虫。蛊虫是什么东西呀？蛊虫？阿欢，你听谁说的蛊虫？是团团，他告诉我爹爹的眼睛上有蛊虫。小儿，你怎么会接触到蛊虫这种东西？自从皇兄继位后，本朝就禁止使用巫蛊之术，应该没有人这样胆大，敢在京城对我下蛊，除非……要下手最好的机会，就是他重伤在床那段时间。哎，你别担心，我们先把眼睛治好，然后再治疗腿，一定都会好起来的啊！爹爹，你的腿疼吗？阿欢帮你按一下。以前母亲就经常让阿欢按腿。阿欢真是乖巧。别看阿欢小，手上倒是有点力气，捶的呀像猫挠似的痒。小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痒？江九霄才顿时反应过来，他抓住自己的双腿。阿娘，方才阿欢给我捶腿的时候，我有感觉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2年我们请过多少的大夫都没有用，没想到阿欢给你捶了几下，居然会有知觉。祖母，爹爹，是阿欢做错什么了吗？惹你们不高兴了吗？不，阿欢，你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你做得很好。正说着话，阿欢的肚子却咕地响了一声。祖母，爹爹，其实阿欢一点都不饿的，就是杜杜不听话，他也想说话。对，杜杜说他饿了。宋妈妈，传膳。
2年以来，这还是柳太妃第一次留在听竹轩和江九霄一起用膳。哎呀，难怪你这孩子生得这样瘦，不吃肉可怎么行？柳太妃发现了问题，亲自给他夹了一块肉放在他的碗里，可阿欢却不敢吃。怎么了，阿欢？是嫌这肉不好吃吗？有吃的就行了，被捡回来还这样挑食。祖母，不是阿欢挑食，是母亲说小孩子不能吃肉，吃了肉肚子会烂掉，所以阿欢不敢吃。阿欢不想要烂肚肚。哈，真没看出来，若离心思竟是如此歹毒，连一块肉都舍不得给孩子吃，还说出这种话来诓骗他。那你平时都吃什么？窝头，酸酸的，不好吃。偶尔春雅姐姐会给一些猪肝，或者馒头，或者蛋蛋。一番话落在在场众人耳中，看向他便越发的心疼。他那是骗你的，猪肝也是肉，你吃了也没有烂肚子。小孩子就是好骗。真的吗？真的呀，阿欢，以后在府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是啊，阿欢，你要是和我们见外生分，我们才会伤心呢。难道你想让我们伤心啊？不要，阿欢不要祖母和爹爹伤心。那你就把这里当成你的家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太好了，阿欢以后不会饿肚子了。谢谢祖母，谢谢爹爹，也谢谢姨姨。谁要你感谢了？吃饭。一顿饭，因为多了阿欢，都吃得高兴。只是就在众人快要吃完饭的时候，阿欢捂着肚子。阿欢，你怎么了？祖母，肚肚疼。快把他放到床上去。蒋太医很快就来了。太医爷爷，阿欢会死吗？阿欢的肚肚是不是烂掉了？乖，我们阿欢最乖了，才不会死呢。别多想啊。蒋太医，阿欢他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回禀王爷、太妃，阿欢他只是因为一直没有吃肉，所以身体一下子接受不了这样油腻肥甘的东西。待我开些药给他调理了，也就没事了。这小孩以前怎么这么惨，连肉都不能吃？柳月熙站在床边看着阿欢。小孩，以后你要吃肉就找我，我带你去吃肉。谢谢姨姨。蒋太医的药很快便熬了端过来。来，还是我喂他。祖母，不用这样麻烦的，阿欢可以自己喝药。阿欢挣扎着坐起身，从他手中接过药碗，咕嘟咕嘟的一口就把药全都喝了。哇，我们阿欢真厉害，都不怕苦呢。阿欢最厉害了。喝了药没多久，倒在床上便睡了。小阿欢，小阿欢。耳边再次响起熟悉的声音。阿欢睁开双眼，才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四周白白的房子里。团团，是你在喊我吗？他穿过雾气，终于看见了坐在前面蒲团上的一个白头发老爷爷。团团，你怎么变成老爷爷了？我不是团团，你的团团已经死了。团团死了？老爷爷你骗人！团团刚才还在和阿欢说话呢。和你说话的不是团团，是我的灵魂。我道号无忧子。团团为什么会死？你还记得昨天晚上你做梦吃下一颗糖吗？那颗糖就是团团，他让我把他最后的一条命换给了你，而作为条件就是他把他的身体给我，让我暂时寄居。所以阿欢是因为团团才活下来的吗？对，原本他是可以成地仙的，但是为了救你，他散去了修为。阿欢不想让团团这样，阿欢想要团团回来。阿欢说着说着，越来越觉得委屈，终于忍不住开始哭了。见他哭得这样可怜，无忧子赶紧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蹲下。小阿欢，你别哭啊！只要你肯拜我为师，学习法术，就可以把帮助人的功德送给小团团，他就可以重聚魂魄了。不仅如此，你还能治好你的亲爹爹。真的吗？你不可以骗小孩子哦。你都是我徒儿了，我肯定不会骗你。阿欢拜见师傅。好，好徒儿，快起来，我会在你的梦里教你。平时在外面，我也会告诉你该怎么做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学不会。说完，又递了一个手串给他。只要你积攒功德一次，这手串上的珠子就会亮一颗，全亮之后，我就帮你复活团团。
阿欢将那串珠子戴在了手腕上。师傅，你能复活团团，那你能帮阿欢复活阿娘吗？阿欢，你阿娘死亡时间太久，再加上她的尸体已经腐烂，所以没有办法复活了。没关系的，阿欢学本事，等阿欢比师傅还厉害，说不定就能复活阿娘了呢。见他这样懂事，无忧子忍不住背过身去，擦拭了眼角感动的泪水。师傅，我们可以先学习怎么治好爹爹的眼睛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听着，你爹爹的眼睛是中了蛊，所以我先传你一套流云13针，到时候配合着你的血，就能将蛊虫引出来。无忧子抬手，用手指在阿欢的额头上点了一下，然后又拿出一个布袋挂在了阿欢的身上。阿欢，这袋子里面都是一些玄门法宝，我会慢慢教你该怎么使用，你一定要收好了。阿欢醒来时已经是下午。祖母，阿欢，你别怕，以后他们就是伺候你的人了。你们还不赶紧向小娘子介绍自己？小娘子，我是李妈妈。我是慧春，我是蜜夏。至于其他10多岁的女使，都是在外间伺候的，便也没有一一的自我介绍。阿欢，以后李妈妈就是专门负责照顾你的，慧春和蜜夏也是。阿欢也可以有这样多的人照顾吗？以后照顾小娘子必须要打起12分的精神，莫要觉得娘子年纪小就糊弄了事，若是被我发现，后果不是你们能承受的。众人听了又赶忙应声是。对了，派人去听竹轩告诉王爷一声，就说阿欢已经醒了。祖母，阿欢想去看爹爹。嘿嘿，你这孩子，自从有了爹爹就和爹爹亲了是吧？现在你爹爹他在泡药浴，晚上祖母再带你去找爹爹。小娘子，要不让慧春和蜜夏陪你出去堆雪人吧？堆雪人？阿欢可以去堆雪人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得穿厚一些才能出门。哎呦，咱们小娘子真是好看。祖母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祖母就不去了，让李妈妈带你去。妹妹要去哪儿？哥哥陪你去呀。阿欢转过头去，门外突然闯进来2个小小的身影。谢乔，你看，我就说我妹妹生得好看吧，像是仙女一样。好漂亮的小妹妹。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告诉哥哥，哥哥给你买糖吃。听到这话，阿欢忽然觉得小哥哥有点不像是好人。谢乔，谁教你说的这些？要是被你爹爹听见，又要揍你了。我就是想和妹妹交个朋友。妹妹你好，我叫谢乔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乔哥哥了。哥哥好，我叫江继欢。阿欢妹妹，嘿嘿，名字好听，长得也好看。谢乔看着面前的妹妹，心里忽然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祖母，我们真的不能和妹妹一起睡吗？不可以，阿欢是女孩，你们是男孩，男女有别。哦，好吧。阿欢妹妹，我明天再和你一起玩，你要记得想我哟。想不想江云淼的都无所谓，一定要想我呀。你踢我干嘛？那是我的妹妹。嘿嘿，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咱们2兄弟客气什么？阿欢裹在温暖柔软的被子里，露出一个小小的脑袋。祖母，你还不睡觉觉吗？太妃一直都有失眠之症，这个时辰她还睡不着呢。天黑了就该睡觉觉了呀。祖母，你过来坐呀，阿欢帮你按摩。好。柳太妃不想服了阿欢的心意，笑着走到床边坐下。一开始，柳太妃并没有当成一回事儿，只是在阿欢给她按摩时夸她懂事听话。但是到了后来，她才发现自己的眼皮变得沉重起来。宋妈妈见了，上前伺候她躺下，又让阿欢也躺下了，给他们盖好被子。躺下不过片刻，柳太妃的呼吸就变得均匀。阿欢捂着嘴，高兴地笑了笑，也闭上眼睡了。师傅，小阿欢，你做得很不错，给太妃按摩时，穴位和力道都掌握得十分准确。那师傅今天要教阿欢什么呀？上一次传给你医术，这一次就把抓鬼画符的本事传给你。说是教阿欢，不如说是直接将他脑袋里装着的那些东西传到阿欢的脑袋里。好，师傅，阿欢现在就会捉鬼画符了吗？你试试画一张招财符。可是这里没有纸笔呀。
画符的最高境界是凭空画符，你试试。听到这话，然后就抬起手指，在虚空中画了起来。师傅，你看，阿欢真的画出来了。不错，很有天赋。两人正说着话，忽然一道黑气从外面飘了进来。阿欢，你来算一下，这团黑气是什么？哦，好。阿欢又抬起小手，快速的掐算起来。是爹爹有危险！爹爹，你醒了呀？阿欢，你怎么在我这里啊？阿欢想爹爹了，就来啦。阿欢并没有说出昨晚发生的事情，他才不要说出那些可怕的事情，吓到爹爹呢。萧儿啊，阿欢是不是来你这里了？阿娘，他在，你进来吧。语毕，柳太妃便带着人走了进来。祖母，哎呦，我的心肝儿，你可吓死祖母了，祖母还以为你走丢了呢。太妃，你看。闻言，柳太妃朝着地面看了一眼。萧儿，昨天晚上你又做噩梦了？对，幸好有阿欢在。这说起来，自从阿欢睡前给太妃按摩之后，这昨晚太妃也没有失眠了呢。对呀，昨晚阿欢说他要帮我按摩，我也没当一回事儿。后来怎么睡着的我都不知道，就连阿欢从我身边走开，我都没有任何察觉。所以啊，这一切都要感谢阿欢。不用客气的，能够帮到祖母和爹爹，阿欢也很开心。哎，咱们阿欢真厉害，简直就是我们家的小福星啊！祖母，阿欢真的不是灾星，对吗？当然了，我们阿欢是小福星。吃过早饭，江云淼和谢桥又跑来，将阿欢带着去了院子里玩耍。我们来玩捉迷藏吧！你们所有人蒙着眼来抓我和阿欢。为什么是我们蒙着眼睛抓你们两个？你傻呀！这雪地里那么滑，你忍心让阿欢蒙着眼睛吗？要是摔了怎么办？但是为什么你也不用捂着眼睛啊？因为我会武功，可以保护阿欢。你武功不好，没法保护他。这个理由又是为了阿欢好。江云淼努力地思考了片刻，还是说不出拒绝的话。你们准备好啊，数到100就来抓我们。语毕，三人果真开始从1数了起来。乔哥哥，我们躲在哪里呀？阿欢，你相信乔哥哥吗？信呀，乔哥哥是哥哥的朋友。既然你相信我，那你就闭上眼睛，我一定不让他们找到我们。好。阿欢乖巧地把眼睛闭上了，紧接着他感觉自己被人抱了起来，然后耳边就是呼呼的风声。阿欢睁开双眼，才看见自己正被乔哥哥抱在怀里，在街上飞快地奔跑。乔哥哥，你要带阿欢去哪儿啊？嘿嘿，带你去藏起来，让他们慢慢找我们。谢桥带着阿欢一路奔跑，最后在一座宅院门前停下了。爹爹，阿娘，我给自己带了个仙女妹妹回来。夫人，我没听错吧？这小子喊的是什么？你没听错，这小子竟然学会偷小孩了，我非要打死他不可。谢长天和梁红英还没来得及冲出门去，就瞧见自家好大儿抱着一个小团子闯了进来。爹爹，阿娘，你看这个仙女妹妹是不是特别好看？伯伯好，婶婶好。梁红英赶紧扔掉了手中的鸡毛掸子，将它从谢桥的手中夺过来。哎呦，怎么会有这样乖巧的娃儿啊？太招人喜欢了！你是哪家的小仙女呀？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阿欢，是爹爹家的。这孩子真是有趣。爹，你还是别笑了，你笑起来像是要吃人呢。哎，去，别在这里爱摔跤的。你爹爹是谁呀？我爹爹是江九霄。此话一出，谢长天和梁红英当即愣在了原地。最后，梁红英小心翼翼地将阿欢放在了榻上，又从谢长天手里接过扔掉的鸡毛掸子，一步一步地朝着谢桥走了过去。小东西，你胆肥了啊！靖王的女儿你也敢偷？母子二人瞬间在屋里开始了追逐战。喂，阿娘，你不讲理！明明你们也很喜欢妹妹。谢桥躲在了桌下。我们是喜欢妹妹，但那是因为她可爱。至于你，你出来，我保证不打死你。爹，你就忍心看着你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儿子这样被你的夫人揍吗？可谢长天现在满眼只有阿欢。婶婶，不要打乔哥哥！哎呦，阿欢怎么如此懂事儿啊？梁红英扔掉手里的鸡毛掸子，将他抱起，又吩咐女使赶紧去准备糕点送过来。而谢桥，他觉得妹妹在保护他，妹妹在乎他。靖王不是还没成亲吗？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女儿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连云淼那孩子都是他的养子。难道他这么多年守身如玉，都是为了阿欢他娘？伯伯认识阿欢的阿娘吗？你阿娘是谁？阿娘叫沈玉瑶。竟然是她！
我记得她不是嫁给了方思远吗？怎么阿欢变成靖王的女儿了？哎，我知道，我听云淼说了，因为方思远说阿欢是灾星，把阿欢给赶了出来，是太妃把阿欢给捡了回去。哎呦，爹，你说说你，要是每天晚上去街上溜达2圈，说不定捡到妹妹的人就是你了。你以为捡个妹妹是这么容易的事情？算了，现在人已经被带回来，还是派个人去靖王府说一声，免得他们担心。正说着话，外头又有一个女使进来。阿郎娘子，老官人听到这边吵闹，派我来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儿。没什么要紧的，只是府中来了客人。阿欢在见到那女使的时候，目光就一直落在了她的身上。这是祖父屋里伺候的女使，唤作春草，你想和她一起玩？阿欢摇摇头，还是没有移开目光。小娘子，你为何这样看着我？阿欢没有回答他，只是转过头看向谢桥。乔哥哥，阿欢想去看看你的祖父。真的？那咱们现在就去。祖父要是看见你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谢桥抓起阿欢的手，就牵着他朝外头走了。走到院子里，谢芳天天都在吐血，肯定要死了。阿欢，你在看什么呀？谢爷爷要死了。小娘子慎言，如此不敬的话怎能随意说出口？阿欢才没有胡说，阿欢能看见。看着他这样，谢长天和梁红英也不敢耽误，跟在了他身后。老官人没有呼吸了。谢长天脚下一软，跌跌撞撞地跑到床边，伸手在他鼻尖试探了一下，才发现果然没有任何反应。爹，妹妹，我没有祖父了。阿欢推开了谢桥，他走到床边，盯着床上的人瞧了2眼，想了想，阿欢从身上背着的包里翻出一个针袋。小娘子，你想做什么？老官人已经去了，难道你还想亵渎老官人的尸首吗？你凶他做什么？他这样小，根本不明白这些。阿欢没有捣乱，阿欢可以救谢爷爷。你一个小孩，大字不识几个，还能救人？谢老官人对他有恩，他绝对不允许有人对老官人不敬。阿欢，你说你能救我祖父？对呀，谢爷爷肚子里有很多黑黑的血，所以不能呼吸了。阿欢能救他。听到他这样说，谢桥看向了爹娘。爹，阿娘，让阿欢妹妹试试吧。昨天晚上王爷发病，也是因为阿欢才好转的，说不定阿欢真的可以救祖父呢。既然阿欢能救王爷，自然是个有福气的。阿欢，还请你帮帮我。伯伯，你放心吧。阿欢捏着银针，他按照记忆里的指示，将银针一根根地扎进了谢芳的身体里，口中不知道念叨了些什么口诀，再往谢芳的胸口一推，随着他的动作，众人只瞧见一道金色的光芒从他的手中注入了谢芳的身体。阿欢小心翼翼地将银针收回，放到针袋里。好啦，众人不敢相信，直到床上的人忽然动了一下，紧接着睁开双眼。爹，你醒了。谢芳没有回答他，只是猛然朝着床边弯下腰，哇的一下吐出一大口漆黑的淤血。阿欢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没事了，谢爷爷将肚里面的黑黑的血吐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春草去请的大夫也匆忙赶来了。请大夫帮我们家老官人诊脉。须臾，不知谢老将军最近遇到了哪位高人啊？竟然能将体内的淤血全都给逼了出来，这医术造诣，我便是再学10年也比不过呀！当然是。谢桥得意的就想要说话，吓得梁红英赶紧捂住了他的嘴。那我爹的病，诸位放心，接下来老将军只需要好生调养，就完全没事了。大夫说完这话，便由春草领着下去开药。阿娘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说呀？是阿欢妹妹救了祖父。阿欢年纪小，若是被其他人知道有这样的本事，只怕会给他带来麻烦。难道你想阿欢被坏人惦记上？听到最后一句话，谢桥吓得赶紧摆摆手。这就是今天府上来的客人呢。谢爷爷你好，我就是客人。真没想到啊，会是这样一个小孩救了我。长天啊，这是哪家的孩子？可要好生感谢人家。谢爷爷，我爹爹是江景霄哦，他可好看了。哎呦，竟然是靖王的女儿。好啊，我就说她是个有福气的。原来阿欢妹妹喜欢好看的，看来我得保护好我这张脸，最好是弄些玉容膏回来抹一抹。臭小子，又在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？趁着阿欢和谢芳说话的时候，谢长天看见了站在一旁自言自语的谢桥。没什么。
谢桥走到床边，拉起阿欢的手：“嘿嘿，看吧，你们方才还说我不该把阿欢妹妹给偷回来，要是她不来，还不能救祖父呢。”你说什么？阿欢是被你偷回来的？你这小子，你闯大祸了！京城之中，人人皆知，最可怕的人，从来都不是稳坐龙椅的官家，而是被称为战神的九王爷靖王江九霄。公爹，你不要着急，我们已经派人去靖王府了，相信靖王和太妃不会因此怪罪我们的。谢爷爷，你放心，爹爹和祖母都是好人，他们知道你们也喜欢阿欢，会很开心的。嘿，阿欢，你救了我祖父，他们总说救命之恩以身相许，他们总说救命之恩以身相许，那以后我的身子就是你。谢长天和梁红英看着他，满脸的嫌弃，这是他这个年纪能说出口的话吗？而另一边，阿欢、谢桥，你们躲在哪里去了？我认输还不行吗？快出来！可空气里根本没有任何回应他的声音。祖母，阿欢和谢桥都不见了。见他这样，他看向院墙角落，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没有喊出声。宋妈妈，赶紧派人去找，就算把王府翻过来，也必须把阿欢给我找到。消息传下去，王府里所有人都开始寻找起了阿欢和谢桥。柳太妃甚至亲自跑去了听竹轩。阿娘，出了什么事情啊？为何如此着急？小儿，阿欢可是来你这里了。先前他来这里的时候，你也在啊？阿娘，是不是阿欢不见了？或许是躲在哪里玩了，我已经派人在府里寻找，你别急。阿娘，他是独自失踪的。府中各处都有暗卫，根本不可能有高手能悄无声息地将一个活人带走，而直到现在也没有暗卫来报告，就说明阿欢没事。至于阿娘为何不直接找暗卫询问，她是想将事情闹大，让阿欢被靖王府收留的消息传出去。阿娘，传令下去，谁要是找到阿欢，重重有赏。柳太妃见他已经明白自己的想法，满意的点点头，又转身出门，继续去寻找阿欢了。傍晚时分，一辆马车停在了靖王府门口。阿欢，你惨了，嘿嘿，老太妃找了你好久。就是呀，你就等着被打屁股吧。听着两只鸟儿的话，阿欢吓得赶紧伸出手，将自己的屁股捂住。阿欢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嘿嘿，我知道，阿欢是屁股疼。听到这句话，阿欢气鼓鼓地瞪了他一眼，安静地跟在谢长天身后。众人同太妃行了礼，又坐下，将前因后果说了。阿欢，你捂着你的屁股做什么？祖母，阿欢知道错了，不要打阿欢的屁股好不好？阿欢再也不贪玩了。听到他这样说，柳太妃一时之间只觉哭笑不得，她朝着阿欢招了招手。阿欢，虽然你今天私自出门确实不对，但是你救了谢爷爷，所以呢，祖母就不罚你了。以后要想出门，告诉祖母，再派些人跟着你就可以了。太妃，所以阿欢还能出门去玩吗？当然可以。谢桥这孩子虽然淘气，但在武功方面确实有天赋，能在他面前过上几招的人倒也不多，有他陪着阿欢也能放心些。嘿，太好了，那我明天再来找阿欢玩。算了，我还是住在这里吧。谢桥往前走了2步，扑通一声跪下了。太妃，你把我也捡回王府来养着吧，我也喊你祖母。臭小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打死你！见状，梁红英赶紧拉住他。太妃恕罪，犬子顽劣不堪，让您见笑了。谢将军与王爷乃是过命的交情，我又岂会因这种小事怪罪？我倒是觉得谢桥一片赤子之心，很是难得。听他提到王爷，谢长天和梁红英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太妃，不知我们可否去看看王爷？自然不能负了谢将军的一番心意，你们随我一同前去吧。一行人又朝着听竹轩赶去。到了听竹轩，阿欢跑到江九霄面前，软乎乎地喊了一声爹爹。妹妹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你不知道，我们所有人都好担心你呀。闭嘴！爹爹，不要骂哥哥，是阿欢不好。王爷，是我的错，我看阿欢妹妹实在是太可爱了，没忍住就将她给偷回了家，我甘心领罚，饶了阿欢妹妹吧。我也有错，是我太大意，才会上了谢桥的当，让阿欢妹妹被带走。爹爹，要罚就罚我，不要罚妹妹。罚我！我何时说过要罚阿欢？不过你们2个确实该罚。柳太妃和谢长天夫妇站在门口，并没有进屋。
江云淼，罚你将一套拳法练20遍。至于谢桥，罚你抄书。爹爹，你罚我抄书吧。对啊，让他抄书，让我打拳。再多言，惩罚加倍。屋里，江云淼和谢桥2个小孩顿时抱在了一起。难兄，难弟。阿欢，过来。小团子听到这话，赶紧跑到他面前，扑进了他的怀里。动作轻点儿，这样没规矩。爹爹，你真的不惩罚阿欢吗？这次就算了，但是阿欢，下次你要是出门，一定要先告诉祖母或者是爹爹，知道吗？既然来了，站在门口做甚？柳太妃和谢长天夫妇进了屋。王爷，我们今日过来是有要事要同王爷商议。坐下说话，其他人都退下。命令一下，屋里伺候的女使司儿全都出去了。不知谢大哥想说什么？王爷，你可知道阿欢的本事？阿欢的本事？江九霄只是略微思量片刻，也明白他在说什么。难道今天阿欢去将军府给谁治病了？我爹。谢长天又将整件事情的经过说了。他还没见到我爹，就能判断出我爹命数将尽。最后，我爹在断了气的情况下，还是被他给救活了。谢将军，你的意思是死而复生？就是死而复生。阿欢年纪尚小，却掌握了这样的本事，若是被外头的人知晓，只怕会给他带来麻烦啊！多谢提醒，这件事情我会考虑的。众人在屋里说了一会儿话，谢长天夫妇便离开了。临走之前，谢桥紧紧地抱住门框，最后还是谢长天将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，扛在肩上才带走。阿欢妹妹，乔哥哥我明天就来找你，你可别忘了哥哥。雨熙，你带着云淼也出去，我有些话想对阿欢说。爹爹，阿欢给你捶腿。好，阿欢真乖。阿欢，你怎么会给人治病啊？听到这话，阿欢看向了角落里的那只玄猫。师傅，你醒了吗？阿欢可以告诉爹爹吗？小阿欢，捣蛋鬼，师傅就不能睡一个好觉吗？师傅，爹爹问阿欢为何会治病，可以告诉爹爹吗？说吧，没事别喊我要睡觉了。阿欢拍拍他的头，又跑到江九霄面前，继续给他捶腿。阿欢，你为何喊那只猫师傅啊？既然是柳太妃问，阿欢也没有隐瞒，将团团为了救自己死了，然后师傅的魂魄钻进团团的身体里这件事，详细的说了出来。你师傅可曾告诉过你他是谁？师傅，阿欢忘了师傅叫什么了。阿弥陀佛，难怪阿欢受了那么重的伤，竟然能够在一夜之间痊愈，原来是因为团团倒是一只忠心护主的好猫。可惜啊，不知道阿欢的师傅究竟是谁。祖母，你想找师傅帮爹爹治疗眼睛和腿腿吗？祖母不要担心，阿欢也能治好爹爹的。嘿嘿，祖母相信阿欢，我们阿欢最厉害了。姨爷，你怎么站在这里呀？其实你应该唤我表姑，但是那都不重要。柳月熙蹲下身，趁着其他人都不注意，抬手在阿欢的脸上戳了2下。阿欢，我问你啊，你真的能治好表哥吗？当然啦，阿欢可是很厉害的。真的啊，太好了。阿欢，只要你能治好表哥，以后你想要什么都可以问我要，只要我能给，我都会满足你。谢谢姑姑，姑姑是好人，阿欢喜欢姑姑。你这小团子真是……他突然后悔先前对阿欢那样凶了。姑姑，阿欢明天就给爹爹治疗眼睛，但是阿欢需要一些东西，姑姑可以帮阿欢准备吗？好，你需要什么？列一张清单，我连夜让人去准备。阿欢牵着他的手，便带他进了秘方华，走到书桌后面。姑姑，你坐。柳月熙也没有推辞，坐在了书桌后的太师椅上。姑姑，阿欢说你写。次日，柳月熙一大早就来秘方华找到了阿欢。阿欢，你不是说今天开始就要给表哥治疗眼睛吗？咱们现在就去吧。姑姑，今天还不能直接给爹爹治疗眼睛呀，我们要去找蒋爷爷拿药。行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陪你去。柳月熙干脆直接把他抱起来，朝着蒋太医的药炉去了。哇，柳月熙对靖王真是上心。你懂什么？在人类世界，这叫喜欢，不过是神女有心，襄王无梦罢了。听到梅树和鸟儿的话，姑姑，你是神女吗？什么？神女有心，襄王无梦是什么东西呀？刚才阿欢听见梅树爷爷说你是神女有心，襄王无梦。你这小孩又说什么胡话？
一棵树怎么会说话了？可是它真的会说话呀！两人到了药炉，蒋爷爷，阿欢小娘子，今天怎么跑到我这儿来玩了？蒋爷爷，阿欢是来抓药药的。阿欢抬起头，站在原地转了一圈，才发现药房里有很多高大的药柜。姑姑抱！阿欢小娘子，药材可不能拿来玩的。阿欢才没有玩呢，阿欢要给爹爹治眼睛。那阿欢，你知道需要用到哪些药材吗？阿欢用我是白矾，需要用1两。我是草茶，我也需要用1两。还有我是金银花，我是蒲公英。好了，你们乖乖的，一个个说话，不许吵。阿欢，你在说什么？谁吵着你了？那就是他们。阿欢伸出手指指向那些药材。小孩子总是会有很多不同于成年人的想法，正常的。蒋爷爷，阿欢需要白矾1两，草茶1两，金银花1两2钱。一开始，蒋太医还以为阿欢是在说笑，但是等他说完那副药方，阿欢，这副药是谁教你的？蒋太医，这副药方有问题。药方没有任何问题，甚至可以说是配比完美。没有10几年的经验，是开不出这样的药方的。既然这药方没什么问题，你就按照阿欢说的，把药煮了，送到听竹轩去。柳月熙没有再给他多问什么的机会，直接吩咐完，便抱着阿欢离开了。蒋太医站在药房门口，这阿欢小娘子身上藏着的秘密可真是多啊！蒋爷爷，你来啦！阿欢把那碗药放在木凳上，然后又轻车熟路地摔碎了一个瓷杯，拿着瓷片将自己的手指割开一道口子，往药碗里挤了几滴鲜血。爹爹，快把药喝了，一会儿阿欢就给你治眼睛了。阿欢，你刚才摔瓷杯，是不是用瓷片割手了？没关系的呀，阿欢不疼的。哎呀，爹爹，你快喝药。好，我喝。江九霄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将那碗药一口气全都喝了。一碗药喝下肚，爹爹，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呀？眼睛有些凉，很舒服。那就对了，现在阿欢要给爹爹取虫子了哦。阿欢在他面前站定了，然后再次从自己的手指上挤出些嫣红的血。将这些黑灰和铜盆一起拿出去，埋在地下，然后在地面上撒上石灰哦。阿欢，你刚才给你爹爹治眼睛，自己没事吧？祖母你放心，阿欢没事的。阿欢，你帮了我一个大忙，等过2天我带你去逛街，你看中什么我都给你买。谢谢姑姑。阿欢，阿娘，小儿啊，你现在感觉如何了？江九霄看向了他所在的方向，他眨了几下眼睛，朦胧感消失，他看清楚了面前的人。阿娘，是儿子不孝，让你憔悴了不少。爹爹，你终于看见了。阿欢，爹爹终于看见你了。爹爹终于看见了，阿欢做到了，阿欢不是灾星，阿欢可以帮到爹爹。看着他这样，江九霄简直感觉肝肠寸断，他赶紧替他擦去了眼泪。阿欢不哭啊！以后爹爹保护阿欢，绝对不会让阿欢被欺负了。爹爹。等他哭过了，柳月熙才上前。阿欢，你既然能够治好表哥的眼睛，那你一定能治好表哥的腿，是不是？爹爹的腿受过外伤之后，又被黑气侵入太久，那些黑气凝结成寒毒，聚在了爹爹的体内，所以没有药的话，阿欢也不能完全治好爹爹。爹爹，阿欢是不是很没用？胡说，我们阿欢最厉害了，若不是阿欢，爹爹也不能看见，这就是阿欢的功劳。阿欢，你说可以治疗你爹爹双腿的究竟是什么药啊？火烈草。火烈草这种药我只是听说过，却从来没有见过。传说只有西域那边才有，但没听说谁真的找到过它。阿欢，若是找不到这种药，你爹爹的腿就一点希望也没有吗？阿欢可以给爹爹针灸，但只能让爹爹站起来，不能长久的走动。想要完全好转，必须用火烈草去除他体内的寒毒。而京城的另一座豪华府邸里面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竟然杀了我的蛊虫，这人实在可恶，先是毁了我的借孕符，今天又杀了我的蛊虫，竟然2次将我重创。这怎么可能？放眼整个大鱼巢，不是只有你才会蛊术吗？不只是我，
还有我师兄，但是他已经死了。玄清道长又掐算了一番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会算不出来？不可能啊，没有我算不出来的。你算不出来什么？不知道江九霄究竟请了什么高手，关于他的信息我竟然一点也算不出，好像他就不是一个活人似的。不是活人，难道还是死人？除非他能请到鬼神为他所用，但不管是鬼是神，你都要想办法给我弄死。端王爷何必这样着急呀？如今那人虽然毁了我的剑运符，又杀了我的蛊虫，但是他的术法一定不如我会有办法弄死他的。我要的是他必死。你不是说他身边多了一个高手吗？赶紧给我打探一下，这个高手是谁？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玄清道长站起身，走到江雾的耳边，同他低语了2句，随后两人相视一笑。下午，江云淼和谢桥回到靖王府的时候，看见雪地里江九霄竟亲自带着阿欢玩。谢桥，你掐我一把，看看是不是我在做梦？我怎么感觉我爹爹他能看见了？谢桥也不客气，抬手就在江云淼的胳膊上用力一掐。痛死我了！听到门口的动静，江九霄和阿欢都看了过去。哥哥，乔哥哥，阿欢妹妹，你是专门来迎接我的吗？阿欢妹妹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简直就是仙女！身后，江云淼嘟着嘴，一脸不满地看着两人这样。谢桥，你这样抱着我闺女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听到这熟悉又让他害怕的声音，谢桥轻轻地将阿欢给放回了地上。哇，王爷，您现在是能看见了吗？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！简直就是整个大禹朝百姓的福气啊！你不知道，一直以来我最崇拜的人就是你了，以后我就更加要经常来王府了，这样才能近距离瞻仰您的风采，学到您的1/10。嘿嘿。你过来。谢桥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还是乖乖地走到了他的面前。江九霄抬手便在他的头顶轻轻拍了一巴掌。你呀，这油腔滑调的，是跟谁学的啊？嘿嘿嘿，我这才不是什么油腔滑调呢，我这只能算是真情流露。嘿嘿，哎呀，没办法，谁让我见到您了呢？江九霄摇摇头，越发觉得无奈。王爷，为了庆祝你的眼睛恢复，我大着胆子求您一件事儿呗。哦，你想带阿欢出去玩？我就说嘛，嘿嘿，王爷，你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知道的。我都还没说呢，你就猜到了，难道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读人心？行了，不必恭维我，可以带阿欢出去，但是必须要有人跟着玩一会儿，去带她回来。好嘞，王爷，你放心，阿欢是我的仙女妹妹，我肯定会保护好她的。谢桥保证过后，便转身拉着阿欢走了。爹爹，阿欢走了哦。谢桥，我们真的要去这个地方吗？当然啦，我听人说这里面可以发大财，难道你不想多赚点钱给阿欢妹妹花吗？此话一出，江云淼又看向了阿欢。为了赚钱给阿欢妹妹，我愿意去。这就对了，走。谢桥拉着江云淼和阿欢，没有任何迟疑地走了进去。阿欢，你还在这里呢？有人去你家欺负你爹爹了！啊！坏人不许欺负爹爹！阿欢听到鸟儿的话，就要朝回家的方向跑。哎，阿欢，你怎么突然跑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坏人欺负爹爹，阿欢要回去保护爹爹。要不是因为他答应过师傅，不随便在人多的地方使用法术，他早就用瞬移符瞬移到家里去找爹爹了。什么？竟然有人敢欺负王爷！阿欢，你别着急，我这就带你回去。说完这话，谢桥将他抱起来，就朝着靖王府的方向去了。云淼，你和侍卫一起回来，我们先走了。回到靖王府的时候，按照鸟儿指的路，他们很快便在正厅找到了众人，到底是在靖王府，也明白他不适合进屋，便将阿欢放在了门口，而他自己去了大门外等候江云淼。阿欢站在原地盯着江雾瞧了好久，从江雾的脑袋上，他看见了丝丝缕缕的黑气。阿欢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云淼呢？哥哥在后面，阿欢先回来了。这位小娘子是？她是我刚认养的女儿，叫阿欢。阿欢，叫武伯伯。武伯伯好。好乖巧的小娘子，我今天来的匆忙，竟没来得及给准备见面礼。小阿欢，你告诉我有什么想要的，我送给你。没关系的，阿欢什么都不缺的。阿欢摆摆手，将自己的目光落在了江雾腰间系着的叠蟹带上面。哇，武伯伯，你腰上挂的石头好漂亮啊，能送给阿欢一块吗？闻言，江雾低下头，看向了自己的腰间。阿欢，不好这样问武伯伯要东西的，很没礼貌。
可是武伯伯自己说的，让阿欢不要客气，喜欢什么就告诉他的呀。难道武伯伯刚才说的话是在骗小孩子吗？阿欢懂了，武伯伯的话不能相信。对不起，武伯伯，是阿欢不懂事，把你说的话当真了。这下子反倒是把江雾给架了起来，若是不给玉佩，那便落实了连小孩都要欺骗的名声。武伯伯怎么会骗阿欢呢？只是刚才武伯伯在想，一枚玉佩做见面礼显得有些寒酸了。所以武伯伯的意思是不只给阿欢一枚玉佩吗？谢谢武伯伯。阿欢双手接过玉佩，这番话说出口，柳太妃和江九霄的心里都在大笑。江雾铁青着脸，只好又解下一枚玉佩给了阿欢。本来今日过来是想看看九弟你身体如何，如今见到你双眼复明，我也深感欣慰。现在天色不早，我就先走了，下次再来看你。说完站起身走了出去。阿欢藏在袖中的手指在虚空当中动了两下，一道金色光芒便朝着江雾的背影而去。爹爹，刚才我在门口碰到武伯了，他好倒霉呀。好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刚出门就遇到了一群鸟在他头上拉屎，然后下台阶的时候又踩到石头，摔了个屁股墩儿，好不容易被搀扶上马车，那马儿又受了惊，将他从马车里摔出来了，看着应该伤得不轻。你们三个去哪里玩了？那袋子里装的是什么？都是银子。阿欢上前伸出一只手，便将其中一袋银子给拎了起来。祖母，爹爹，以后阿欢可以赚钱养你们啦。看着阿欢这轻松就拎起一袋银子的力气，在场众人全都惊讶地睁大了双眼。我的老天爷，阿欢妹妹，你力气这么大的吗？那一袋银子我拎着都觉得重，你这么轻松就给拎起来了？不重啊。唉，没想到我们阿欢还是一个力大无穷的人。你们究竟是去哪里弄了这些银子回来啊？一个可以摇哗啦啦的地方。江云淼、谢桥，你们竟敢带阿欢去赌场，将你们昨日的惩罚翻2倍。两人得了命令，只好低垂着脑袋，乖乖的受罚了。阿欢，你告诉祖母，这些钱都是谁赢回来的呀？是我呀，乔哥哥问我选哪一个，我选的都猜对了。哎呦，这么厉害啊！阿欢特别厉害的，以后阿欢养爹爹和祖母，还要养哥哥、乔哥哥、姑姑，还有府里的其他人。阿欢一定要赚好多好多钱。哎，嘿嘿，好，还是咱们阿欢最孝顺了。阿欢又跑到江九霄面前，趴在他的腿上。爹爹，武伯伯他是不是不喜欢爹爹呀？为何这样问？因为这个呀。阿欢伸手拿出了江雾给他的2块玉佩，这玉佩上面有黑气，和那天晚上想要害爹爹的黑气一样。什么？阿欢，你的意思是害你爹爹的人是他？害爹爹的人不一定就是武伯伯，但是武伯伯一定认识这个人，才会沾染黑气。不过吸取爹爹气运的人一定是他。江武，他怎会做出这种手足相残的事情？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他的弟弟，你也从来没有要和他争抢什么，他为何不肯放过你？他是在意皇上重视我，想要折了皇上的臂膀。阿欢走到柳太妃面前，踮起脚，抬手为她擦掉了眼泪。祖母不要生气，阿欢一定不会让他伤害爹爹的。先前阿欢查不到他，是因为他的身上带了这些玉佩，玉气养人，可以替他挡灾祸。但是现在阿欢已经拿到了沾有他气息的玉佩，就可以用转运符将他的好运转回来给爹爹了。阿欢，你这样做会伤害你的身体吗？不会的，是他害人在先。阿欢这样只能叫做什么硬硬的果果。阿欢，你说江武在吸取你爹爹的气运，那他是如何将气运给夺走的啊？首先他需要弄到爹爹的生辰八字，然后需要从爹爹这里拿到一样属于爹爹的东西。这种方法是最不容易被人发现的，但是效果会差了一些。还有一种方法是他直接将转运符塞到物件里面送给爹爹，爹爹长期接触着也能吸取气运，这种效果会更好。我在府里没看见有吸取爹爹气运的东西，所以才确定武伯伯用的是第一种方法。你爹爹从来不接受别人送的东西，即便是送到府里来，也只是锁进了库房。若是想要拿到你爹爹的东西，倒是不难。府中经常
会拿一些旧衣物出去扔了。柳太妃越想越气，又对身旁的宋妈妈吩咐道：“传令下去，以后府中扔掉的东西全都进行焚烧。”祖母，不气不气，阿欢很快就能解决了。而另一边，王爷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不是说我在吸取江九霄的气吗？怎么我突然变得这么倒霉？玄清道长用手指掐算了一番，才看向江雾。不对呀，在出门之前确实在吸取他的气运，但是现在你吸取到的气运变小了。王爷，你在靖王府究竟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啊？我想起来了，横横撇捺，横竖点。江九霄新收了一个女儿，他问我要了2块玉佩。哎呀，王爷糊涂啊！那玉佩是你的护身符，9枚玉佩缺一不可呀！你现在直接送出去了2块，他们自然有可乘之机呀。玄清道长走到江雾的身后，给自己开了天眼，在江雾的背后赫然是一个红色的霉运符。通天传，竟然是通天传！不可能啊！就连我都不能做到通天传。靖王府究竟是有哪位高人在？什么是通天传？所谓通天传，乃是画符的最高境界，凭空画符，不受黄纸朱砂的限制。绝大多数修行者一辈子都达不到这种境界。不可能，靖王府除了那个小娘子，就没有其他人出现。难道一个不到4岁的小娘子能学会通天传？你去查一下这个小娘子的来历。江九霄那边出现问题，就是这2日的事情，说不定还真的是和这小娘子有关。江雾也不敢大意，转身就去安排了。师兄啊，如今你已经死了，我不相信在这大虞朝还有谁的术法能比我更厉害。若是有，我不介意也杀了他们。晚上，多画一些平安符送给祖母和爹爹，还有谢家的爷爷和伯伯婶婶，还有2个哥哥。玄猫就团成了一团，睡在书桌上陪着他。阿欢，不好了！小鸟，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呀？阿欢走到窗前，有人在前面院子的那棵梅花树下挖坑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拉屎呢。小鸟说完就飞走了。阿欢抱起玄猫冲出门，李妈妈不知道他究竟要做什么，只能提着灯笼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。等阿欢抱着玄猫，他走到梅树下，仔细地寻找了一遍。阿欢，你在找什么？梅树爷爷，刚才是有人在这里拉屎吗？你说刚才呀，那个人可不是来拉屎的。梅树爷爷，刚才那个人他在这里做什么呀？他在我的树根下藏了东西。阿欢，你挖出来看看，是不是什么宝物？阿欢伸出手，将那块积雪扒拉开。哦，这人可真够聪明的呀！挖了坑之后又用积雪挡住，过几天就让人完全看不出来是被挖过的了。我先去找一个锄头来。乾坤袋里面有药锄头。谢谢师傅。按照先前那个人挖过的痕迹，阿欢没挖几下就挖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。拿起木盒打开之后，里面放着的是一张折起来的宣纸，宣纸下面还藏着一个浑身扎满了银针的白色布娃娃。哎呦呦，生辰八字，满身银针，这是巫蛊之术啊！当朝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了。横横撇捺，横竖点。啊，你在说什么呀，小阿欢？这上面的字呀。你拿给我看看。阿欢也乖巧地将那张纸递到了玄猫面前。小阿欢，念字需要一整个的念，不是一笔一画的读。这小徒儿什么都好，就是真的不识字啊。那师傅，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阿欢，你还是赶紧把这张纸拿给你爹爹看吧，现在就去。好。听师傅说的这样严肃，阿欢也不敢耽误，赶紧跑去了听竹轩。哎呀，阿欢，这么晚了还不休息，跑来找爹爹做什么呀？爹爹，这东西你看看。阿欢将手中的木盒往他面前一推。这是什么呀？师傅说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，你必须马上就要看到。阿欢说话的时候，江九霄已经将那木盒给打开了，拿出里面的书信，只是看了一遍，当即攥起了拳头。他的目光又再度看向木盒底部的那个布娃娃。巫蛊之术，这人心思竟然如此歹毒。爹爹，师傅说这上面是生辰八字，是谁的呀？当今的官家。阿欢，这个木盒你是从哪里得到的？就是院子里呀，那棵梅树下面。刚才小鸟告诉阿欢有人在树下挖坑，然后阿欢就去看了。树爷爷说树下有东西，阿欢就给挖出来了。阿欢，你做得非常好。若不是你发现了这个木盒，咱们府中上下所有人只怕都会被降罪。能够帮助爹爹，阿欢也非常开心呀。
爹爹你放心，阿欢一定会保护爹爹。好，爹爹，我们把盒子挖了出来，会不会被那个人发现呀？那我们就重新把盒子给埋回去，他们就发现不了了。他搬动轮椅，朝着书桌方向一点点移过去，在书桌后停下来，提笔写下了另外2封书信。写完书信，又折叠好，放进木盒关上。阿欢，你把木盒重新埋回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阿欢这就去做。阿欢赶紧捧着那个木盒，便又冲出了屋子。第2天，昨晚的事情真的是要好好的感谢你了。若不是有你帮忙，我们整个靖王府只怕都会被砍头啊！祖母不用谢，阿欢很高兴可以帮到你们。阿欢说着，又在乾坤袋里面翻找了一番，最后拿出一沓符篆出来，分给了他们。爹爹、祖母，这是平安符，可以保佑你们平平安安，你们一定要随身带着哦。哎，好，我们一定随身携带。阿欢满意的点点头，又将那些平安符分了1张给宋妈妈。小娘子竟然还给我也准备了吗？多谢小娘子。宋妈妈是好人，好人就该平平安安。宋妈妈鼻尖一阵酸涩，眼眸也变得有些湿润。能遇到这样的主子，才是她的幸运。几人正吃着饭，门外却有一个丝儿匆匆忙忙的跑了进来。阿欢小娘子，外面有一位郎君求见。那人是什么身份？是长盛赌坊的老板吴长盛。阿欢抬手掐算了2下，叫他进来吧。不多时，便带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进来。吴长盛先是给江九霄和柳太妃行了礼，然后跪在了阿欢的面前。求小娘子，救救贱婢！你为何以为阿欢可以救你们家娘子？昨儿小娘子离开赌坊时，曾经出言提醒过在下，说是3日之内我的孩儿会有危险。但是那个时候，我并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，因为我的孩儿根本没有降世，我怎会有危险一说呀？直到今天早上，我家娘子突然发作，找了稳婆过来，才得知是胎位不正，稍有不慎便是母子俱损。我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来找小娘子了，希望小娘子出手救救他们母子。走吧。一直窝在烘笼旁边取暖的玄猫见到阿欢离开，也赶紧跟上了他。王爷放心，我一定将小娘子平安送回来。看着阿欢离开，江九霄的心里顿时又多了个想法。吴府内宅，赶紧派人去找吴郎君，胡娘子她快要不行了。慌什么？哎，这位小娘子，屋里正在生产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救人，我能救她。这我接生的产妇多得数不过来，我就不信你一个这样小的孩子还能救人。我说能救就是能救，你要是再拦着我，才是真的没救了。吴郎君，这糟了，吴娘子晕过去了。听到这话，阿欢再也没有迟疑，抓过稳婆的衣袖，直接将她拉到一旁，朝着屋里去了。一番举动，顿时吓得众人呆在原地。今日所见之事，最好当作什么都没有看见，否则你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是。你是哪家的小娘子？怎么会在我的屋里？姨姨，你别怕，我是来救你的。你救我？难道你是天上派下来的小仙女？阿欢没有说话，只是再一次以气喻针，然后又再次用针对她进行摧残。不多时，只见胡娘子猛然睁大双眼，紧接着嘴里发出一声叫喊，下一刻带着血迹的婴儿就被她生了出来。我的孩子！胡娘子没听见孩子的哭声，挣扎着就要去看。阿欢上前用银针刺破指尖，引出一滴血滴到婴儿唇上，婴儿脸上的青紫快速消散，洪亮的哭声也在屋里响起。听到动静，门外的稳婆和女使才赶紧走进房间里来。稳婆又指挥着女使奶娘将孩子抱去清洗干净，忙完之后才又将吴长盛放进屋。放心吧，姨姨和小妹妹都平安哦。是个女儿？你不喜欢女儿吗？那可是姨姨差点失去生命才生下来的小妹妹。不是，我只是没想到吴长盛居然也有女儿了。吴长盛回过神，笑容比先前还要灿烂。放心吧，小妹妹会是一个有福气的。多谢小娘子救了我妻女，今后吴长盛必定为小娘子马首是瞻。小娘子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你好好照顾姨姨和小妹妹就好啦，我要回去啦。说完，抱着玄猫转身离开。出门时，手腕上戴着的其中一颗功德珠散发出一阵柔和的光芒，又瞬间消失。师傅，你看，功德珠已经亮了2颗啦。玄猫没有理会他，只是呼噜噜的打着鼾，走出吴府。门口停放着一辆马车。李妈妈，小娘子，事情已经忙完了吗？忙完了，可以回家去找爹爹了。听到这话，李妈妈才将玄猫先放回了马车里，然后又俯身将阿欢抱上了车。
马车晃晃悠悠的前行，忙碌了一上午的阿欢只觉得眼皮有些重，困意也随之席卷而来。嘿嘿，妹妹，来看哥哥骑马呀，哥哥可厉害了。面前忽然出现了江云淼的模样。哥哥！阿欢笑着朝着他跑过去，可还没有来得及跑到面前，那匹马儿却突然发了疯，一脚踢在江云淼背上，江云淼就那样直直地摔倒在他的面前，然后那匹马儿在他的身上来回踩踏。哥哥！阿欢想要喊他，却怎么也喊不出声，想要跑过去，双脚却又像是被定在了原地。哥哥！终于阿欢喊出了声，他睁开眼才发现刚才见到的一切不过只是做梦。阿欢抬手掐算了一下，李妈妈，去找哥哥。马场上，一群小孩站在各自的马儿旁边，认真的听着夫子教他们骑马的关键和诀窍。哇哦，你们快看，那边有一个好漂亮的妹妹！一群小孩瞬间全都整齐的转过头，看向了门口。哦，仙女妹妹！我的老天爷啊！云淼，你妹妹来了！阿欢，是我呀，我是乔哥哥。阿欢听到他的声音，也朝他走了过来。哥哥们好！哇，江云淼，这真是你妹妹，也太好看了吧！当然啦，我妹妹特别厉害的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是我的阿欢妹妹，你们谁也不许打她的主意。哼，这分明是我的妹妹。小阿欢，你今年几岁啊？3岁半。小阿欢，你喜欢玩拨浪鼓吗？我家里有好漂亮的拨浪鼓，明天我给你带来，你来找我玩好不好？谢谢哥哥，阿欢不好随便要哥哥喜欢的东西。一群小孩七嘴八舌的都要和阿欢说话。玩够了，就该回去练习骑马了。听到这话，阿欢看向了那位夫子。哎，阿欢，你就在这边等着哥哥，哥哥骑马给你看。听到骑马这两个字，阿欢顿时想到了方才自己做梦看到的场景。哥哥不要去。阿欢乖，我们这是在上课，要是云淼不去的话，夫子是要将云淼逃课的事情告诉王爷的。阿欢，你不用担心，骑马很安全的。不信的话，乔哥哥骑给你看。说着，他便走到自己的那匹马儿身边，踩着马镫，翻身上了马，双腿夹紧马腹，将绳在马儿身上一抽，马儿吃了痛，瞬间便冲了出去。阿欢紧紧地盯着马场上奔跑的身影。学骑马就应该像谢桥这样，只有胆子够大，才能够学得会。夫子，我也想去试试。我也想。哦，还有我。既然你们都想骑，那便去。此话一出，所有小孩都去找自己的马儿了。哥哥，不要去！阿欢，你放心，骑马真的很安全。你给我的平安符我都带着呢，所以就放心吧。啊，小娘子，郎君这是在上课呢，咱们别打扰他。不行，云淼，你该不会是不敢骑马吧？云淼，你要是不敢骑马，那我们一会儿可就要把你的妹妹抢回家了。就是，仙女妹妹可不能有一个这样没出息的哥。同窗们的嘲笑声顿时像浪潮一般把江云淼紧紧地包裹着。他狠下心，扶开阿欢的手，就要去骑马。阿欢见实在劝不动他，干脆直接抱住他。哥哥不要去，会有危险。郎君还是莫要去了吧，若是娘子哭出个好歹来，王爷和太妃那儿不好交代呀。好吧，我听妹妹的话，不去了。不哭了。得到他的承诺，阿欢这才止住了哭泣。两人站在场外，看着众人一起赛马。哇，乔哥哥好厉害！谢桥得意地跑完最后一圈，停在阿欢的面前，翻身下马。阿欢，等你再长大一些，乔哥哥也教你骑马。好。正说着话，只听得一阵喧哗声突然响起。快让开，马儿失控了！阿欢和江云淼看过去时，一匹枣红马已经朝着他们跑了过来。哥哥！阿欢吓得赶紧伸出手去，把江云淼推到了一边，而那匹飞快奔跑的枣红马眼看着就要踩踏到他。妹妹！那马儿的速度太快，他们已经来不及去将阿欢从马蹄下救出来。马儿，你再不停下来，阿欢就要惩罚你了。我也不想追你哥哥呀，他身上有母马的气味，我忍不住。你看清楚，那是我哥哥，是人，才不是小母马。哼！人和马的距离实在太近，没有人敢上前将马儿给拉走，就怕贸然靠近，反而引得马儿受惊。阿欢，你快过来！阿欢没有反应，只见他忽然抬起了双手，然后掐了一个诀。随着他的举动，先前躁动不安的马儿顿时变得平静了。夫子也赶紧上前将马儿牵走。太好了，阿欢，你没事啊！哥哥不哭，没事啦。哥哥，
你今天遇到了什么特别的人吗？江云淼正想说话，谢桥却走过来，将他和阿欢牵着离开了马场。阿欢，你为何要问你哥哥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人啊？因为刚才马儿告诉我，哥哥的身上有母马的味道，所以他才会发了疯。这显然就是有人想要故意害云淼，但是云淼到底是个小孩，不会树敌，所以只能是针对王爷来的。再加上王爷眼睛刚复明，必然就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，那些害怕王爷好起来的，自然就坐不住了。爹爹在朝中素来政敌颇多，这一时之间还真猜不到究竟是哪一个如此坐不住。为什么总是有人想要害爹爹？因为王爷他很优秀啊，所以其他人赶不上他，就想办法把他给拉下来。那为什么他们不能自己努力变好，却要选择把爹爹给拉下来呢？因为他们笨。嘿嘿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马场的消息很快就传入了江九霄的耳朵里。听竹轩里，谢桥带着阿欢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江九霄。王爷，今天若不是阿欢在，只怕云淼就该被那匹发了疯的马儿给踩死了。当时阿欢也是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，才把云淼给救了回来。那些人这次是对云淼下手，下一次就难保会不会对阿欢和太妃动手了。谢桥，今天之事多亏了你，否则云淼和阿欢就还要吃亏了。王爷不必客气，云淼是我的兄弟，阿欢是我的妹妹，我作为哥哥保护弟弟妹妹是应该的。谢桥知道王爷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便也不再多停留，行了礼之后便离开了靖王府。哎呀，我的云淼啊！外头不是说云淼被马撞伤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祖母，我没事，幸好有妹妹在，她帮我将马儿给拦住了。什么？阿欢竟然去拦马？柳太妃又对李妈妈训斥道：“无论是阿欢还是云淼，那都是靖王府的孩子，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。”祖母不要担心，阿欢和哥哥都没事哦。那匹马也不是故意要发疯的，是有坏人用小母马的尿吸引他。这件事的关窍是谢桥提出来的。谢桥比他爹更聪明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闻言，柳太妃这才放下心来。阿欢啊，你不是去帮那个吴长胜了吗？为何又会出现在国子监？因为阿欢做梦梦见哥哥有危险，所以就想着要去救哥哥。听到他这样说，柳太妃和江九霄也惊讶地看向对方。祖母，爹爹，对不起，都是阿欢的错，让你们担心了。乖，谁说我们阿欢做错了？若是没有阿欢，云淼即便不命丧当场，也该受了极为严重的伤。但是因为阿欢，你提前预料到了危险，所以才避免了云淼受伤。这都是你的功劳，你做得非常好。真的吗？爹爹和祖母不会觉得阿欢是个灾星，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灾祸吗？从前他也提醒过母亲和舅爹爹，但是换来的却是一顿打骂。说你是灾星的人才是倒霉鬼，他们自己不知道你说的话可以帮他们规避灾祸，使他们愚钝。阿欢，你是我们的福星啊！就是呀，妹妹，今天要不是因为有你在，帮哥哥拦下了那匹马，哥哥肯定就受伤了。但是你看哥哥现在，嘿嘿，多好！哥哥，你真好！哇，阿欢，你是在夸我吗？祖母，爹爹，你们听到了吗？阿欢夸我了，阿欢夸我了。阿欢，过来。爹爹。阿欢，你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江继欢呀。对，你姓江，是我江九霄的女儿。这个靖王府就是你的家，我们都是你的家人，所以在我们面前，你不必故意讨好我们，你不必听话懂事，我们要的是你平安快乐。就是妹妹，就算天塌下来了，还有爹爹和哥哥帮你顶着呢。不要怕啊！再一次听到爹爹这样说，阿欢笑得眉眼弯弯，真好，他现在是真的有家了。传令下去，府中严禁往外传郎君受伤的事情。子恒领命出去。第二天开始，江云淼就没有去国子监了。下午的时候，阿欢正和江云淼一起躲在听竹轩里，抓着玄猫给他梳理毛发。有司儿突然来传，说是瑞王来访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江云淼和阿欢赶紧起身，跟着江九霄一起去了正厅接待客人。阿欢和江云淼分别站在江九霄左右，在他们的视线里缓缓走进来两个男人。阿欢，这是七伯伯。七伯伯好。阿欢你好啊。江七年从袖中掏出一个锦盒，递给了阿欢。这是寒玉簪，便是炎热夏季
你能出池深海，送给你。看着这份礼物，阿欢下意识转过头看向了江九霄。既然是七伯伯送的，长者赐不可辞，便收下吧。有江九霄这句话，阿欢才双手接过锦盒，递给了李妈妈。之后，在自己的乾坤袋里面翻找一番，拿出2张符篆。七伯伯，这是平安符和招财符，送给你。我刚回京城就听说你多了一个女儿不说，眼睛还复明了，没想到这些都是真的呀。是啊，有了阿欢，一切都好了。她是我们靖王府的小福星啊。若是小福星，那我可要沾一沾小福星的气运了。我看未必吧，这阿欢才来几天呢，竟然弄得云淼受了伤，这是灾星才对吧？哼，武伯伯，我明明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你为何说我受伤了？你不是被马伤到了吗？看着眼前活蹦乱跳的江云淼，江雾这才反应过来，一切都是江九霄的计策。许是昨日有人看见他被背回来的，就误以为他是受重伤了吧？哈哈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七爹，这次你倒是将我也弄糊涂了。不管是道听途说还是如何，孩子没事才是最要紧的事情。阿欢，你为何会有这些？前几日阿欢出门遇到了一个游方道士，那道士见阿欢乖巧，便送了一些符篆给他。原来是这样。江其年将那2张符篆收了起来，又看向阿欢。阿欢，你将这些符篆送给了我，那你没有了怎么办？七伯伯是好人，阿欢愿意送给七伯伯。九弟，你的女儿如此可爱，我都想给你抢走了。云淼可以让你接回去玩几天，但阿欢不行。七伯伯，你就别想打阿欢的主意了，他现在可是咱们全家人的宝贝，才不能让给你呢。阿欢，为何那日我也送你玉佩，你却不给我符篆呢？武伯伯，你好笨呀！那天阿欢自己都没有符篆，拿什么给你呢？虎哥，没想到吧？有一天竟然会在这样一个小团子面前吃瘪。那阿欢，今天有符篆可以给武伯伯一张吗？不可以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看向了阿欢。那今天为何又不可以了？因为阿欢总是听人说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，还有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武伯伯什么都没有给阿欢，怎么好让阿欢把符篆给你呢？武伯伯，阿欢可是很聪明的哦，才不是那些容易被骗的小孩子呢。看着他如此谨慎，他甩了一下衣袖，才看向江九霄。既然云淼没事，我就不再久留了，以后有时间再聚。说完这话，便转身离开。九弟，我怎么感觉你和五哥之间好像发生了什么？阿欢为何这样不喜欢五哥？七哥，这些事情我现在还不方便透露，等时机到了，你自然会知道。咱们生来便是在皇家，兄弟之间免不得争斗，但我却不愿意卷入这其中，所以选择纵情山水。但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比我聪明厉害，所以背负的事情自然比我多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实在不愿意看到兄弟之间为了利益争得头破血流，你死我活。七哥，我们没得选，即便我不去争抢，他们同样也不会放过我和我的家人，所以我没有退路。行吧，你有你自己的想法，我自然也不能左右。江其年也没有再多待，起身离开了。次日，众人正在吃饭，忽然一大群殿前司的人却突然闯进了靖王府。唐副都指挥使，你一大清早便带着这么多人闯进我靖王府，所为何事？靖王，你的双眼果真恢复光明了。是，既如此，靖王得罪了，搜！一时之间，拿着手刀的布职就开始在屋里院外搜寻起来。唐副都指挥使，我想知道我们究竟所犯何罪，竟劳动你如此大张旗鼓的搜查，大兴无辜之术，意图谋反。这意图谋反可是重罪。唐副都指挥使，若是搜查不出任何证据，只怕被连累的人会很多啊。不管是谁，根据刑统斗诉规定，主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，从者绞。既然那人敢殿前告状，必然是有证据，否则岂不是引火焚身？闻言，柳太妃转过头去，不再看他。唐勇冷冷地勾了一下唇角，不过是强弩之末。没过多久，外面突然闯进来一个布职，手中捧着一个带有泥土的木盒。回禀大人，找到了。现如今证据确凿，靖王跟随我走一趟吧。靖王可知这次在御前告状的人是谁？不知，我自是光明磊落，随便是何人诬告，我亦无所畏惧。倒是那些诬告我靖王府的人，才要仔细想想，若是官家怪罪，究竟能不能承受这样的怒火？唐勇咽了一下口水，才又再度看向柳太妃。阿欢，你害怕吗？不怕，只要和祖母还有爹爹哥哥在一起，阿欢就不怕。哎，乖。
皇上，臣已将靖王一家带来，同时在靖王府中挖出大兴巫蛊之术，意图谋反的证据。江云塞从内侍手中接过木盒，却没有直接打开，而是放在了案上。他看向江九霄：靖王，你的双眼果真恢复了？回禀皇上，是的。既然已经复明，为何不派人来告诉朕？江雾轻轻咳嗽一声，朝着身后的官员递了一个眼神，当即便有官员站出来。皇上，现如今并非是关心靖王眼前的事情，而是靖王大兴巫蛊之术，意图谋反一事。哼，朕如何做事？什么时候竟然轮到你来教了？哎呀，皇上啊，靖王谋反一案到底是关乎国之根本，还请皇上明察。其他官员见状也赶紧喊道。阿欢有些不解地看着他们，最后才问江云淼道：哥哥，为什么他们要教那位伯伯做事啊？难道在他们的眼里，伯伯什么都不会吗？小团子的声音软软糯糯，但是放在安静的大殿上却显得尤其突出。众人转过头看向他，但随即又全都跪了下去，齐声高喊：伯伯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他们为什么要说恕罪？难道他们也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吗？靖王，这位小娘子是谁啊？回禀皇上，这是我刚认的女儿江继欢，倒是个聪慧乖巧的。江继欢，既然你如此聪明，那朕问你，你以为你爹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他会背叛朕吗？听到这番话，在场众人现在已经是心知肚明了。皇上这明摆着根本就不想处置靖王。爹爹是全天下最好看的人，是阿欢最爱的爹爹。哥哥，什么是谋反呀？江云淼只是低着头，完全不敢回答他的这个问题。就是说，想要杀了我，坐上我这个位置。伯伯的位置可以呼呼呼的跑吗？不可以。那爹爹为什么要抢伯伯的位置呀？爹爹现在不能走路，他需要可以呼呼呼的跑的椅子，才不需要不能跑的椅子呢。伯伯是爹爹的哥哥，那就是爹爹的家人。爹爹那么好，才不会伤害家人呢。听到这话，江云塞忍不住笑了。连小孩都明白的道理，这些朝臣却不明白。打开木盒，拿出了里面看起来有些陈旧的纸，看见熟悉的纸张，江雾顿时有些激动。大殿之上，所有人都安静的等着。大胆！江云塞忽然发了怒，将手中的纸拍在了案上。他看向江九霄：你难道就不想解释什么？皇上，靖王意图谋反，如今证据确凿，还请皇上一定要重罚，如此才能以儆效尤。哼，你是如何得知这纸上写的是什么？既然是能够惹得皇上如此生气，必然是谋反的证据无疑了。靖王既然敢做出这种事情，难道现在还怕别人说了吗？你先欺瞒皇上在前，又欲行巫蛊之术在后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那我倒是想问问瑞王，在我刚复明时，你便来了府中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你在我府中安插了眼线？至于巫蛊之术，你如何觉得那是巫蛊之术？我去你府上是身为兄长关心你啊。至于巫蛊之术，乃是程大人提出，唐副都指挥使亲自搜查。皇上，靖王生有谋反之心，必不可留啊！若放任不管，只怕江山易主，民不聊生。其他跟风想要拉下江九霄的官员也都纷纷坐不住了。瑞王既然也如此肯定，此乃靖王谋反的证据，不如你亲自去将证据取了去，让诸位大臣都看看上面究竟写的是什么。听到这话，江武赶紧上前将那张纸拿了。江九霄愿以身为祭，唯愿上苍垂怜。虎妖大鱼风调雨顺，石河岁丰，海晏河清。念到最后，江雾已经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怎么会是这些内容？他亲自模仿江九霄的字迹写下的，分明就是意图谋反的内容。就连先前那些声讨江九霄的大臣，此刻听完纸上的内容，也是吓得冷汗涔涔。靖王一片忠勇赤诚之心，实在是难能可贵，理应嘉奖才是。皇上，靖王一心为国为民，如今却遭受此等陷害，实在是叫人寒心。我们靖王府不求皇上嘉奖，只求皇上能还我们清白，莫要让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辱没了靖王府的名声。唐勇、程松，你们诬陷靖王谋反，拖出去斩首示众。江云塞轻飘飘的一句话，便已经决定了方才跳得最欢的两个臣子的生死。退朝吧。江九霄一家也准备出宫，只是还没有到宫门口，便有内侍前来。靖王，皇上有请。太后的住所，
哎呦，这便是九霄任的女儿吧？听皇帝说唤作江继欢。哎，我们都唤她阿欢。阿欢，倒是个胆子大的小娘子。听皇帝说，就是她方才还在朝堂上勇敢地站出来对峙呢。周太后朝着阿欢招了招手，阿欢，来，走到面前来，让我仔细瞧瞧。听到这话，阿欢看了自家爹爹一眼。去吧，那是太后，你可以唤一声皇祖母。有了这句话，阿欢赶紧走到周太后面前，规规矩矩地行了礼。皇祖母好。哎呦，好乖巧的小娘子，倒是叫人喜欢的紧。阿欢不止乖巧，还很厉害呢。自从他来了府中，我的失眠之症被他治好了，就连小儿的眼睛也因为他重见光明了。九弟的眼睛已经有许多大夫看过，都不见好转，为何现在竟突然好了？因为阿欢。哦，因为阿欢？你的意思是？阿欢才没有说谎呢，说谎的人明明就是你。阿欢这样一个小孩治好了你的眼睛？没错，就是阿欢。不敢欺瞒皇兄，我的眼睛乃是被人下了蛊虫，是阿欢帮我将蛊虫取出，让我得以重见光明。蛊虫乃是本朝禁止的东西，你怎么会被下了蛊？阿欢又是如何能解蛊？不瞒皇上，其实阿欢他是个玄能高手，医术占卜、符篆卦象无所不知啊。见他们母子说的这样神奇，周太后顿时也来了兴致。阿欢，听说你会给人治病啊？对呀对呀。那你来给我把脉试试，看我身子如何？周太后伸出手，将衣袖掀起，露出一截手腕。阿欢也不害怕，直接上前，便将自己的手指搭在了周太后的脉搏上。片刻之后，阿欢收回了手。皇祖母，你患有头疾，总是头痛不堪，尤其是遇着风时，头痛会加剧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时常睡不着。听到他说话的众人全都惊讶地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没想到阿欢真的会诊脉，他说的症状与我现在的症状简直完全一样。阿欢，你既然能诊断出来太后的病症，那你可有办法能够治好太后啊？可以治好的。只要你能治好太后的头疾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，我都会尽量满足你。真的吗？阿欢只要治好皇祖母，想要什么都可以吗？自然，我是皇帝，我说的话就是圣旨，绝对不会反悔的。好，阿欢现在就给皇祖母治疗。他走到太后面前，踮起了脚尖，又抬起手，折腾两下，才一脸不满地撅起了小嘴儿。见着他这样，阿欢，你为何突然不高兴了呀？是皇祖母哪里做的不对吗？皇祖母，你太高了，阿欢根本碰不到你的头顶。众人听到这句话，再也忍不住，全都齐齐地笑了。在周太后身旁伺候的女官提议道，周太后也点点头，准备起身。皇祖母，阿欢扶着你过去。好，他看向柳太妃，我总算是明白你为何说阿欢好了，这样懂事乖巧的小娃，我也喜欢的紧。说完，又不满地看了一眼江云腮，都怪自己的儿子不争气，后宫那么多妃嫔，就是没有一个能为他生下小孙女的。到美人榻上坐下，阿欢脱掉鞋子，小短腿扑腾几下就爬了上去。他站在太后的身后，拿出针带展开，从里面掏出银针，便要给太后针灸。住手！太后莫要相信这小孩，他就是个灾星。若是让他给您治疗，只怕会有损您的身体呀。看见江若离，阿欢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。柳太妃上前，伸手将阿欢抱在了怀里。三妹何出此言啊？这江若离是江雾同母兄妹。就是这个灾星，他克死了我的儿子。若离，你说这孩子是安平侯的女儿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我前些日子生产，他诅咒我的儿子，导致我儿生下来便断了气。夫君说要惩罚他，却没想到这孩子小小年纪，竟然玩出了离家出走的把戏。如今更是嫌贫爱富，攀上了晋王府的高枝儿。哼，若离，你既然说阿欢是因为安平侯想要惩罚他，所以将他关在了门外，可为何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却在大街上被冻得奄奄一息？
还不是因为他淘气，所以自己跑去了街上。太妃难道不相信若离，选择相信一个小孩的话吗？既然你们说不是有意要遗弃阿欢，可为何在阿欢失踪之后，你们安平侯府却没有派人出来寻找呢？那是因为阿欢已经不是第一次玩这种离家出走的把戏了。我们以为这一次他还是会像先前那样，走了之后自己还会找回来。自从嫁到安平侯府，我一直将阿欢当成了我亲生的女儿一般看待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首先想到的便是她。但是她不仅不懂得感恩，还总是说一些奇怪的话来吓我，就连我那已经足月的儿子，也被他成天的诅咒，导致生下来便夭折了。世人总说后娘难为，我还不信，总觉得只要真心待她，他肯定会接受我。谁知道这小灾星却处处为难我，如今竟然跑到你们面前来说我的不是了。若离，你如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吗？当着皇兄的面，若离便是有10个胆子也不敢说谎呢。江若离朝着太后磕了2个头。我现在本该是在家里坐月子，就是因为听说阿欢来了后宫，怕他会做出什么事情对太后不利，所以才贸然前来。难道我会为了冤枉一个小孩，拿我的身体当做儿戏吗？哼！既然你说从来没有苛待过阿欢，那我捡到他的时候，他浑身上下都是伤口，又该如何解释？阿欢这孩子从小就比寻常的小孩调皮顽劣许多，所以难免会在哪里磕到碰到。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阿欢竟然会拿这些伤口来诬陷我。阿欢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他骗人！阿欢，当着皇上的面前可不许说谎话。阿欢，不要害怕，爹爹和祖母都在，坏人不敢伤害你的。听到爹爹和祖母都在，阿欢顿时也比先前胆子更大了一些。阿欢才没有说谎呢，说谎的人明明就是你。阿欢，我真没想到你现在竟然也学会说谎了。我可是你母亲，你怎么能这样冤枉我？没关系呀，阿欢有办法证明自己没有说谎的。他的手放在自己的乾坤袋里面掏了好几下，最后拿出一张符篆捏在手里。你要做什么？难道当着皇上的面前，你竟敢对我下手吗？阿欢，我原以为你只是喜欢诅咒别人，没想到你竟然还学了这种妖术。皇上，快下令将他抓起来！哼！阿欢这才不是什么妖术呢，这是正统的道门法术。阿欢瞪了他一眼，随即口中念叨了2句咒语，便将符篆扔出去，贴在了江若离的身上。阿欢，你还……江若离浑身忽然打了一个寒战，随即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。我就是虐待你了，那又如何？谁让你是沈玉瑶那贱人的孽种？你和你那娘一样，都该死！你被赶出安平侯府，也不是为了惩罚你，而是我们早就不想要你了。你就是个灾星，早该去死了！等他说完了，阿欢又轻轻挥动一下手指，将他身上的符篆给撕下。皇上，他方才一定是使用妖术控制了我，才让我口不择言，说出了那些话。皇上，别相信他呀！母亲，方才的符箓叫做真话符，才不是什么妖术，它的作用只是让你说真话而已。若离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打他不过是因为他总是诅咒我，我想让他学会不要说那些话，免得出去得罪了人，难道有错吗？大错特错！若离，你说阿欢总是说一些诅咒你的话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阿欢说的那些话目的是为了提醒你们，让你们可以规避风险，是你们不会用阿欢的能力，灾祸降临却将拥有提前预言能力的他当成了是灾星。听到这些话，江若离彻底没辙了，他坐在地上久久不能回神。难道真的是他错了？不，他没有错。江若离苛责夫君女儿，便罚你在安平侯府禁足半年。江云塞一开口，便将惩罚给定下。回过神来，江若离又朝着众人行了礼，然后退下。阿欢，刚才你那个真言符还有多的吗？皇上伯伯想要真话符吗？当然了，要是我有了真言符，直接在朝堂上给每个大人都贴一张，那不就知道谁对我是忠心耿耿，谁对我是阿谀奉承了？不行的，师父说过，这些符篆不能这样随意使用。拒绝了他之后，他翻出2个三角形的符篆，分别递给了江云塞和周太后。那这是平安符，可以送给你们。虽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真话符，但是现在得到一张平安符，江云塞还是十分满意。阿欢也重新将针带拿出来，开始给周太后针灸。银针在他的头上待了一会儿，
阿欢又将针全都取下来，放回了针袋里面。太后，你现在感觉如何？阿欢确实厉害，这头疾已经困扰了我好多年，可是现在阿欢帮我针灸过一次之后，竟然好像全部都好了似的。能够帮到皇祖母，阿欢也很开心。他低下头看了一眼自己手腕上的功德珠，只见其中一颗功德珠再次散发出微弱的光芒。太后该喝药了。皇祖母，这汤药不能喝。阿欢，难道是这药有问题？太后饶命啊！这汤药乃是我亲嫂了送来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我自然是信你。阿欢，这位医官同他师父一起，已经伺候我多年，绝对不可能会害我。皇祖母，阿欢没有说他们会害你呀。那你为何说这汤药不能喝？因为刚才阿欢帮皇祖母针灸过，现在的症状和之前的不一样了，所以自然就不能用先前的药来治疗现在的病了呀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去吧，让你的师傅过来，重新给我诊脉开药。医徒双手接过药碗，赶紧退了出去。阿欢，你治好了太后的头疾，按照先前我答应过你的，你可以提出一个要求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阿欢却突然便跪在了江云塞的面前。皇上伯伯，阿欢想要火烈草。火烈草？江云塞侧过头看向伺候自己的内侍，去帮阿欢寻找一下，看谁知道火烈草。那内侍得了命令，便赶紧退下了。阿欢，你为何想要火烈草？因为阿欢想要给爹爹治疗腿疾呀，有了火烈草，爹爹的腿就可以彻底恢复了。再次从他的口中听到这句话，江九霄的心里顿时比那炎热夏季的阳光还要温暖。柳太妃也是被阿欢感动得鼻头泛酸，眼中含泪。九弟，怎么办啊？我都有些嫉妒你了，有这样贴心的一个女儿了，要不然你把这个女儿让给我吧。莫说我不会让，便是我愿意。皇兄以为阿欢会愿意吗？我不愿意，不要带走阿欢妹妹。阿欢也不愿意。他跑到江九霄面前，一双手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轮椅。皇上伯伯，你是好人，不要把阿欢和爹爹分开好不好？阿欢喜欢爹爹，要和爹爹在一起。阿欢，你要是留在我身边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便是江九霄不能给你的，我也能够给你，难道不好吗？可是阿欢什么都不要，只要爹爹。我也可以当你的爹爹啊。阿欢的爹爹是江九霄，皇上伯伯，您要是真的喜欢阿欢，就不要强迫阿欢和爹爹分开好不好？小团子说着，又直接跪在了他的面前。江云塞将阿欢扶了起来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让你和他分开，过几日便让你上了玉蝶，让你彻底的成为他的女儿。太好了，阿欢谢过皇上伯伯。阿欢说完话，转身便扑到江九霄的怀里。爹爹，皇上伯伯答应阿欢了，以后阿欢不会和爹爹分开了。这孩子分明是我将他带回去的，可他偏生和萧儿更亲近。回禀皇上，宫里已经找遍了，都无人听说这火烈草究竟是何物。此话一出，江九霄先前还晶亮的双眼顿时有一瞬间的晦暗。果真每个宫里都去打听过了？是，都打听过了。阿欢呐，宫里也没有你想要的火烈草，所以你提出的这个要求我不能满足你了。阿欢没有说话，只是转过头去瞧着窗外，在窗外有一棵玉兰树，如今那光秃秃的枝丫上停着两只鸟儿，叽叽喳喳地叫着。须臾，小团子的双眼一亮，皇上伯伯，